我本镇北王世子，12年前，父王被诬陷谋反，我沦落在外，暗中发展势力。而今我已成天策上将，30万大军在手。天策战神在上，我北疆七国愿岁岁纳贡，永不来负。求将军开恩，饶我等一命。犯我疆土者，虽远必诛。滚！当年他们怎么对我父王，今日我便要他们100倍偿还。看那人衣裳破成那样，怕是个逃荒的。这年头，穷人真是越来越多了。哎，站住！乞丐不准进城。在下萧渊，镇北王世子。哈哈哈！就这破铜烂铁，也敢说是世子令牌？我看8成是个骗子。镇北王世子失踪12年，谁知道死哪儿去了？烦请2位通融。想进城，交10两银子入城费。在下身上只有这些，没钱就滚，别挡道。等等，这位公子的入城费，我替他付了。哎呦，多谢这位小姐。多谢姑娘出手施助，举手之劳。公子既然回京，想必家人在等，快进城吧。这世间还是有好人的。又是一个假冒世子的。父王，孩儿回来了。这一次，我要让那些人血债血偿。大人，探子来报，有人自称镇北王子，已进京城。哼，萧渊，12年了，这个废物还敢回来？大人，要不要？不急，先看看他有几分本事。一个流落12年的穷鬼，翻不起什么浪花。不过，若他不识相，就别怪本官心狠手辣了。看那人穷成什么样了，说不定是逃荒来的。京城最近这种人可多了。父王，孩儿回来了。萧渊求见。哪儿来的乞丐？这里是王府，不是施粥的地方。在下正是镇北王世子萧渊。我看你是骗子吧！快滚快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住手！是你？又见面了，多谢姑娘方才相助。他说他是世子，你们为何不通报？无论真假，也该通报府内。你们这样拦人，成何体统？那我去通报一声。你既然是世子，回到府中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少爷让你进去。多谢姑娘。不必客气，后会有期。快走！少爷在正堂等着呢。少爷，人带到了。哈哈哈，就这就是失踪12年的镇北王世子。明轩，你看他这副穷酸样，怕是在外面要过饭吧？在下萧渊，见过苏公子、苏夫人。你就是萧渊？正是。12年不见，当年的天之骄子，如今混成这副德行。在下这些年确实过得艰难，真是给镇北王府丢脸。我母亲可还好？老太太还活着，在后院住。既然你回来了，那就住下吧。来人，带她去柴房。柴房？怎么，你还想住正院不成？这府里如今是我儿的地盘，你能有个住就不错了。好。这小子不会有什么想法吧？一个废物罢了，能翻起什么浪？世子，萧父叔，是您，真的是您，世子。萧父叔，这些年辛苦您了。世子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世子，委屈您了。萧父叔，我母亲她还好吗？王妃娘娘这些年过得很苦，苏家占了大半府邸，把娘娘赶到后院小屋，还经常刁难。带我去见她。王妃，有人来看您。你是娘，孩儿回来了。渊儿，是你吗？是你，真的是我的渊儿。娘等了你12年啊！娘，孩儿不孝，让您受苦了。受了，你受了好多。这些年在外面过得可好？娘，孩儿这些年漂泊在外，挖过矿，做过苦力，
勉强糊口。苦了你了，都是娘没用。这是娘12年前给你织的，一直留着。你穿上这破衣裳太薄了。这是你父王留下的酒，他说等你回来要和你喝一杯。可惜他没等到这一天。娘，父王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都是苏家，他们诬陷你父王私养死士，图谋不轨，逼他交出兵权。你父王为了保全你我，只能忍辱交出护符，最后郁郁而终。苏锦行，渊儿，你千万别冲动。如今苏家权倾好野，你一个人斗不过他们。娘只求你平平安安，别再出事了。娘，您放心，孩儿心中有数。哟，母慈子孝啊！苏夫人，老太太，这府里如今是我儿的天下，你们母子既然要住，就得守规矩。从明天起，你每天去后院劈柴挑水，不许偷懒。在下乃镇北王世子。世子就这副穷酸样也配叫世子？识相的就老实干活，否则连柴房都别想住。夫人息怒，我儿会听话的。算你们识相。如我可以，但如我母亲，渊儿忍耐。娘，再给孩儿几日时间，很快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父王，时机很快就到了。父亲，那个萧渊今日见了他母亲，会不会一个流落12年的废物，能翻起什么浪？可是万一他想翻旧案，当年的证据早就毁了。再说，如今我们苏家权倾朝野，他一个穷酸世子，谁会理他？过几日宗人府认亲，我会让他当众出丑，到时他自己就待不下去了。父亲高明，父王，孩儿记住了。谁？世子，是老奴。萧副书，这么晚了，老奴给您送些吃的。您白天干了活，那些人只给您一碗稀粥，哪里够吃？萧副书，世子快趁热吃吧。萧副书，这些都是暂时的。世子，老奴总觉得您身上有些不一样了。您真的只是在外挖矿打工吗？萧副书，有些事现在还不能说，但您放心，孩儿不会让母亲和您失望。老奴信你。对了，世子，老奴今日来还有一件要事，这是老奴这些年偷偷收集的证据。这是苏锦行当年陷害王爷的部分证据，还有这几封信，是苏锦行与北疆奸细的往来密信，老奴无意中在苏府发现的。苏锦行勾结北疆，没错，这些年苏家表面光鲜，暗地里却干了不少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萧副书，您做得很好，这些证据足够让苏锦行万劫不复。世子，您有办法扳倒苏家？萧副书，您且等着看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您要继续在府中盯着苏家的一举一动。是。把这封信送到城外十里亭，会有人来取。苏锦行，你们的好日子快到头了。可是萧管家，你是何人？在下乃将军麾下副将，将军让在下来取信，请转告世子，30万铁骑已在城外20里处待命，只等将军一声令下。30万铁骑，世子他……世子的身份，您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世子，您到底是？肃静！今日召集诸位，是为镇北王子萧渊认亲一事。你自称镇北王子萧渊，可有凭证？这是在下的世子令牌。大人，这令牌破成这样，谁知道真假？没错，说不定是哪个骗子伪造的。王妃，您可认得此人？大人，他是我儿萧渊，这是他手臂上当年被火盆烫伤的疤。大人，单凭疤痕还不够，镇北王世子自幼熟读兵书，武艺高强，不如让他当场展示一番。苏大人所言有理，萧渊，你可愿展示？孙子曰：“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故经之以武士，教之以散。”后面是……抱歉，在下这些年流落在外，许多东西都忘了。连《孙子兵法》都背不全，这也叫世子？笑死人啦！此人连兵书都背不全，
如何能证明他是镇北王世子？大人，我儿这些年在外受了很多苦，忘记些东西也是正常的。大人，老奴可以作证，他真的是世子。既然王妃和老管家作证，疤痕也确凿，本官认定此人确为镇北王世子萧渊。父亲，虽然他被认定是世子，但刚才出了那么大的丑，以后在京城也抬不起头了。一个连兵书都背不全的废物，就算有世子身份又如何？继续盯着他，别让他乱来。那个世子看起来真是个废物。是啊，连兵书都背不全，难怪在外面混不下去。苏锦行，你以为我是废物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什么叫绝望。陛下，萧渊已到殿外，宣他进来。草民萧渊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赐座。你是12年前失踪的萧渊？正是。听闻你今日在宗人府连《孙子兵法》都背不全。草民这些年流落在外，荒废了学业，让陛下失望了。你可知朕为何深夜召你进宫？草民不知。陪朕下一局棋。你父王当年棋艺高超，朕从未胜过他。父王已故多年，镇北王是朕的肱骨之臣，他的冤屈朕心知肚明。陛下，您知道父王是被冤枉的？朕知道，但苏家权倾朝野，朕当年手中无兵，亦无能为力。这些年，朕一直在暗中收集苏家的罪证。如今时机成熟，朕需要一个人扳倒苏家。陛下，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好，但你要记住，苏家势力庞大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朕需要铁证，才能一举拿下他们。今日你在宗人府的表现，朕听说了。你真的忘了那些吗？陛下，有些事情或许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也罢，朕不问了，你只需记住，朕等着你的好消息。草民定不负陛下所托。萧渊，是朕当年对不起你父亲。陛下，草民告退。大人，萧渊今夜被召进宫，在偏殿待了半个时辰。陛下召他进宫，为何事？属下不知。但出宫时，萧渊神色凝重。难道陛下要护着他？不行，不能让他和陛下走得太近，需盯着他。若有异动，立刻禀报。是。苏锦行，你的死期快到了。诸位，今日承蒙赏脸，在下敬大家一杯。苏公请了，如今权倾朝野，我们能来是荣幸。没错，有苏大人在朝中，咱们都跟着沾光。那是谁？怎么穿成这样也能进苏府？听说是那个镇北王世子，前些日子刚回京。哦，就是那个连兵书都背不全的废物。哎呀，萧世子来了，快快请进。萧世子，久仰久仰。听闻世子这些年在外历练，想必见识非凡吧？诸位过誉了，在下这些年只是勉强糊口。萧兄太谦虚了。来来来，坐这边。诸位说笑了，在下这些年确实过得艰难，不值一提。哎，萧兄别谦虚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讲讲没关系。苏公子，你怎么让客人坐那种位置？云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父亲让我来送礼。萧公子，过来坐这边吧。多谢姑娘，不过在下坐这里就好。云小姐，萧兄坐哪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您就别管了。来，萧兄，我敬你一杯。萧兄酒量不错啊，再来一杯。这是故意灌他酒呢。苏公子这是要给他下马威呀。萧兄好酒量，托苏公子的福。苏公子，差不多了吧？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。云小姐，这是我们男人之间的事，您就别管了。哟，小娘子，一个人啊？长得真俊，陪哥几个玩玩呗。你们让开，别这么不识抬举。光天化日，竟敢调戏良家女子！你是谁？多管闲事！小子，你等着，我们记住你了。萧公子，你……姑娘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你救我。你刚才那一招，不像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只是运气好罢了。运气好，
你分明是会武艺的。萧公子，你不是说你在外面挖空打工吗？怎么会有这样的身手？姑娘，有些事现在还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你是不是在隐瞒什么？姑娘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你说。为什么别人对我唯恐避之不及，你却……因为我看人不看他穷富，只看他的品行。我第一次见你是在城门口，那时你虽然落魄，但眼神坚定，这样的人绝不会是废物。多谢姑娘信任。所以，你能告诉我真相吗？姑娘，再等几日，到时候一切你都会知道的。好，我等你。萧公子，不管你隐瞒了什么，我相信你不是坏人。真是单纯啊。干什么呢？在下萧渊，求见钱大人。萧渊？哪个萧渊？哼，就你！烦请通报，在下有要事相商。哟，萧世子，稀客啊！钱大人，在下今日来，是想讨回镇北王的3州封地。3州封地？什么3州封地？钱大人，当年先父封地3州，如今却被您占据，这不合规矩吧？萧世祖，你可别血口喷人！那3州是本官合法购买的。购买？敢问钱大人可有地契？地契？这个萧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父王当年犯了事儿，这封地早就充公了。充公？可在下手中有先帝御赐的地契。你如今一穷二白，拿什么要回封地？在下只是来讨个说法。若钱大人不肯归还，在下自会上报朝廷。上报朝廷？你以为朝廷会理你？来人，把他赶出去！快滚！别在这碍眼！钱大人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老爷，那个萧渊会不会真的去告状？怕什么？他一个穷光蛋，谁会理他？不过还是得防着点儿。去，派人盯着他。今日难得聚会，咱们好好叙叙旧。苏兄，听说你特地邀请了萧渊，就是那个失踪12年的镇北王世子。没错，当年他在太学时处处压我一头，如今听说他现在穷得叮当响，岂止穷，简直是落魄到尘埃里了。萧兄来了，快请坐。萧兄，好久不见啊！听说你这些年在外面混得不错。诸位说笑了，在下这些年过得很是艰难。哎，萧兄别谦虚，听说你在边关挖过矿，那可是体力活儿。是啊，还要过饭。萧兄，当年你在太学可是风光无限啊，如今人生起起落落也是正常。你现在穿成这样来参加聚会，是不是有点不合适？既然诸位嫌弃在下，那在下告辞。哎，萧兄别走啊！今天你必须陪我们喝完这顿酒。苏明轩，你想干什么？来，萧兄，干了这杯。好酒。好，再来一杯。怎么回事？这家伙酒量这么好吗？哦，这都灌不醉。萧兄酒量不错啊。托苏兄的福，在下这些年什么苦都吃过，这点酒算不了什么。诸位，今日之事，在下记住了。他日，咱们再见。萧渊，你竟然如此轻慢于我，给我等着！老太太，今日贵客临门，正好把话说个明白。你们孤儿寡母住在这府里，一砖一瓦，吃的穿的，是谁供着？多谢苏夫人容留。容留？我看是白养，守着个死人的牌位，再守着个要过饭的废物儿子，也不嫌晦气，冲撞了贵客。既知叨扰，就跪下来给在座诸位赔个不是。往后见了人，也知道躲远些。我娘的膝盖，不跪着满堂的人。反了你！一个吃白饭的也敢在这儿放肆！
夫人说的是我们母子叨扰了贵府，这就退下。渊儿，是娘没用，是娘拖累了你，是孩儿无能，才让您在自己家里受这等奇耻大辱。再忍几日，只要几日，孩儿就让这满京城跪着把今天的账一笔一笔还回来。苏家，你们的好日子，孩儿替你们数着呢。一个流落12年的废物，本不足为虑。父亲索性一了百了，免得他日夜生事。3日后便是秋猎大典，围场之上人马混杂，刀剑无眼。到时他误中流矢，暴毙当场。此计极妙，我这就挑几个好手，扮作围猎武士混进场去。事成之后，神不知鬼不觉。记住，要干净，莫留半点首尾攀扯到苏家头上。首府放心，将军那边也只等您一句话，随时可动。父亲，孩儿还有一桩事想请父亲成全。讲。江南布商之女云舒，孩儿看上了，想娶进门。一介商山之女，抬进来做房妾便是，何必如此郑重？他3番2次当众替萧渊出头，孩儿偏要挑他还没死的时候，当着他的面八抬大轿把人娶了。好一个当着他的面！夺走他护着的人，比一刀杀了他还要痛快10倍。世子，不好了！苏家要在秋猎场上对您下杀手，还有，苏明轩要抢云舒姑娘。秋猎，我正愁没个由头会一会他们。他们既备好了局，我岂有不去之意？可那是个死局啊，世子！萧福叔，这局里是死是活，得看到底是谁，请谁入瓮。首府，那姓萧的回京不过月余，救美赴宴，四处探路，3番2次坏事，再留着他，夜长梦多。放开我！小娘子省点力气，少爷说了，把人囫囵送进苏府就成。放下他！哪里来的？受惊了。小渊，你方才那身手，一个在边关挖矿的马夫，怎么会这个？夜深路重，我送你回去。你别岔开话，萧渊，你到底是谁？云舒，有些事此刻说出来，只会害了你。那要等到几时？等时候到了，你自然会知道。萧世子，这上头的话都替你拟好了，你只需签个字，按个印，认了令尊当年私养死士图谋不轨之罪，往后在京城便再没人敢为难你。大人这是要我亲手认下父王一桩莫须有的罪名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世子，如今这京城是苏家的京城，血了是给自己留条活路。你这是故意的！大人恕罪，在下这些年在边关做苦力，手上落了个抖的毛病，一使劲便不听使唤，不如改日再写。滚！明日再来。先王留下的那枚虎符，交出来吧。那是调兵遣将的凶物，攥在你一个寡妇手里是祸，不是福。这虎符乃先王遗物，夫人拿去便是。老身一介妇人，留着它也是招祸。识相，有了这物件，往后满朝上下，谁还敢不服我苏家半分？渊儿，那可是你父王的虎符，真就这么给了他？他抢走的，不过是块中看中用的废铁。真的这一枚，12年来从没离过孩儿的身。勾结外敌，
贩卖军情，苏锦行，这一回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脱身。谁在书房里点灯？齐了，方才明明听见响动。这格子怎么瞧着像是被人动过？少爷，少爷您在哪儿？老爷您过去议事。吵什么吵？来了！改日得让人仔细查查这书房。父亲，昨夜书房孩儿好像听见有响动。你醉得连路都走不稳，能记得什么？莫要疑神疑鬼。今日秋猎大典才是正事。那不是镇北王府的废物世子吗？也配来秋猎？就他那身板，怕是连弓都拉不满。萧兄，为凶险，可别伤着自己。要不要我借你个奶娘，在旁看着？我倒是什么本事？原来连草把都射不中。射偏的箭，支支都偏得一样远。动手就在今日，把他引进西边密林，做得干净些。记住，他是误中流死，暴毙当场。属下明白。小渊，今日之后，这世上再没有什么阵亡世子。来吧，我倒要看看苏景派了多少人来给我送死。萧世子得罪了，这是首府大人的意思。你们要做什么？我乃堂堂世子，了阴曹地府，再报你的名号吧。这是他射的，许是慌乱中撞的运气。莫怕，一起上！撤！算你命大，还有下一次。那一箭，一个连草塔都射不中的废物，射得出。你们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云小姐，我家少爷请您过府一叙。哪来的穷酸，也敢追？给我拦下他！小月，你分明……一个一石二鸟，苏锦行，你连圣上敢动？护驾，快护驾！陛下得罪了。这真是那个连草爪都射不能飞，一箭一个，这箭术，便是禁军神射手也不过如此。他怎么会？这个小渊绝不是什么废物。萧世子，好剑法，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胡乱放箭，侥幸救驾，不过是运气好罢了。
插翅难飞。这么多人，怎么办？坐稳，别出来。回去告诉你家主子，想取我的命，让他亲自来。萧远，到了今日，你还要瞒我吗？你到底是谁？还瞒着我多少事？陛下，臣有本奏：镇北王世子萧渊流落市井12载，不通礼法，不习经史。丘列之上更是丑态百出，如此人物何以承袭世子之爵？臣恳请陛下收回其世子之位，以正朝纲。苏仇府所言极是，萧渊连《孙子兵法》都背不全，实难服众。臣附议留此人在位，徒惹天下人笑话。萧兄，识相的就自己上表请辞，免得到时候脸都没地方搁。萧渊成爵，乃先帝在时便已认下的民愤。朱清今日一句不堪，便要处夺，那先帝的旨意又置于何地？世子归京不久，朱氏叔叔情有可原，此事还要再看看。退朝。父亲，陛下这是明摆着护着他。护得了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奏折扳不倒他，那就换个法子，让他永远回不了京。字条上是圣上的亲笔，朕自决定待。这盘棋也该到落子的时候了。官爷，这是我家活命的根儿啊！求求你们！我看钱大人家长的秋税还没缴清，拿牛抵账。老人家，这税往年也是这般征发。客官是外乡人吧？自打这3州归了钱大人，可捐耳税1年重过1年。这3州的民脂民膏够你抄家灭族10回了。钱大人贪墨的事账，都在这几本里。都在里头，小的什么都招，求大人饶命。先记着，到了公堂之上，自有你开口的时候。这笔账，我替你们记下了。老太太，眼睛放亮些，哪位是极品，该往哪桌饮，别怠慢了贵客。拿去，好生收着。娘，交给孩儿，您靠着廊柱歇歇。他们怎能这样待你们母子？让姑娘见笑了。萧渊，猎场那日，还有归途那一场，我都看见了。你的骑术、剑术、身手，没有一样是一个流落边关的马夫该有的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在这京城究竟要做什么？于是，我确有几分本事，也确有一桩非了不可的心愿。只是眼下时机未到，多说一个字，都可能连累到你。那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快了，快则数日。到那时，我萧渊是谁，会亲口告诉你。好，那我等你。等到你能说的那一天，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信你。云老爷，好消息，我看上你女儿了。3日后，
我便八抬大轿，抬他进苏府的门。苏公子，这小女尚未议亲，况且高攀不起，还望公子体谅。高攀，我苏家肯要他，是给你云记天大的脸面。怎么，敬酒不吃也罢。你云记这些年的布匹生意，走的哪条水路，抽的哪档税，本少爷一句话，就能叫他明日关门大吉，你自己掂量。这。苏明轩，婚姻大事，岂容你强买强卖？云小姐，你别忘了，你的那位处处护着你的萧世子，如今连自己都泥菩萨过江。本少爷有的是法子，让他死得无声无息。3日后，本少爷在苏府等着迎亲。云小姐，好好准备吧。来人，把这个悄悄送到镇北王府老管家萧府手上，务必亲手交给他。云姑娘遣人送来的，苏明轩逼他3日后过门，他走投无路了。苏明轩欺人太甚。北疆一统，敌军压境，边关告急，明清即刻整军，向机而动。世子，这是等了12年的时机，终于到了。一支传北疆大营，命副将率30万铁骑，即刻拔营，衔矛南下，3日内秘密集结于京郊密林。意志传圣上，臣接旨了。苏锦行，你逼我父王出兵权，害他郁郁而终，又3番5次取我性命。这12年的血债，3日之后，我萧渊要你连本带利一并偿还。北疆铁骑凶悍，何人敢领兵前往？这一仗若是打输，可是抄家灭族的死罪啊！臣举荐一人，镇北王世子萧渊，出身将门，又自诩在边关历练多年，眼下正是他戴罪立功、报效朝廷的大好时机。萧渊，冤枉！他竟半分不推，莫非不？一个败落世子去了也是白白送死。世子高义，陛下，臣以为事不宜迟，当命世子3日内启程。准。萧渊听旨，3日后即刻出征。哼，臣领旨谢恩。你亲手为我备好了这出戏的台阶，这一趟我去的回的更风光。渊儿，那北疆是龙潭虎穴，苏家分明是要借敌人的手害你，你为何还要应下？娘，正因这是苏家设的局，孩儿才更要去。您信孩儿一次，3日之后，一切自有分晓。我离京这几日，母亲与云舒的安危，就全托付给您了。世子放心，老奴拼了这条命，也护他们周全。萧兄，此去北疆路途遥远，凶险万分，你可要多保重啊！安心去死吧。你走后，云如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的。那就借苏公子吉言，你们都给我等着。这一去，京城便再无萧渊。这场戏也该换我来做那个知棋的人了。
末将恭迎将军。恭迎将军。将军，京郊已然集结完毕，只当您一声令下，即可挥师入城，踏平苏府，将那祸国奸逆碎尸万段。请将军下令。不急，将军，苏家自以为我已死于北疆，正等着弹冠降庆，瓜分我镇北王府。这出戏，他们唱得正欢。那便再等一日，让他们把这场戏唱到最得意、最忘形的那一刻，我再回去亲手给他们落幕。苏锦行，你等着，明日此时，我要你跪在我父王的灵前。都利索点儿，这偌大的王府，如今可都是咱们苏家的了。把那老婆子从后院小屋给我撵出去！一个废物的娘，也配住王府？扔去柴房！我的月儿，当真回不来了吗？启禀首府，北疆传来消息，萧渊所部孤军深入，中了敌军埋伏，全军覆没，萧渊已死于乱军之中。来，我儿，满饮此杯。困扰我12年的心腹大患，终于出了。王妃，您千万撑住，世子他好着呢，用不了多久，他就回来了。萧渊那废物已经死在北疆了，云师，如今这天底下再没人护得了你，乖乖做我苏家的人吧。及时到，拜堂。你们谁敢上前一步，我立刻死在这苏府！我云深这条命，生是萧渊等的人，死也绝不做你苏家的鬼！师尊！云师，萧渊都死了，你还为他守着，值得吗？我信他没死，我信他一定会回来。不好了，城外全是兵！这是哪里来的大军？要打进城了吗？完了完了，他不是要屠城？父亲，不好了！城外突然冒出几10万大军！慌什么？大军压境，也未必是冲着我苏家来的，许是北疆敌军打过来了。来人，速去城头打探，看清楚那到底是何方兵马，打的谁的旗号？陛下，城外30万大军压境，来路不明，如何是好啊？30万铁骑衔马而来，阵列森严，进退有度，这可不像是来犯的敌人。传朕旨意，查清楚，这究竟是何方的兵马？陛下，臣以为当速调禁军守城，以防不测。擂鼓，叫他们开城门。父亲，那旗上是个萧字。镇北王府早已败落，哪来的兵马？定是有人假借萧氏之名行谋逆之事。本府倒要出去会一会这假冒之徒。不可能！你不是已经死在北疆了吗？萧渊，有鬼啊！苏守谷，别来无恙。当年你逼走的那个镇北王世子，如今就站在你面前，你还认得我吗？
平定北疆叛乱，奉旨回京参见陛下。好一个玄甲将军！小渊听风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王世子萧渊忠勇无双，统帅北疆铁骑，平定五国之乱，受七国册封为天策战神，威震八方。今又驰援边关，力挽狂澜，特敕封为护国大将军，总领天下兵马，钦此。我等竟一直当他是废物，完了，全完了。陛下有请。天策战神，原来那威震七国的玄甲将军，竟就是他！恭迎天策战神，战神威武！是天策战神啊，是他护住了北央，护住了咱们的太平日子啊！完了，当日我还当众羞辱过他，他若追究，我满门都保不住啊！那可是手握30万兵马的天策神，我们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？是时候把属于我镇北王府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回来了。奉旨宣读你的罪状，其罪一：12年前，你构陷忠良，诬我父镇北王私养死士，图谋不轨，逼他交出兵权，致其含冤郁郁而终。其罪二：你身居首府，把持朝政，侵吞军饷，卖官诱官，鱼肉3州百姓，罪证确凿。其罪三，也是你最大的死罪。你身为当朝首辅，竟暗通北疆敌国，贩卖军情，血口喷人！你不过是仗着手握兵权，便信口污蔑当朝首辅，你有何证据？通敌之事，你可有半分实证？没有证据，你便是构陷朝廷命官。陛下面前，我倒要看看你如何交代。果然还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哼，证据。诸位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一封封，皆是苏锦行与北疆奸细往来的密信，约定军情价码接应路线，白纸黑字，末尾还盖着他苏府的私印。楚国边关布防，粮草调度已付于后，事成之后，另筹白银10万两。通敌奈国，千刀万剐！我大楚多少儿郎死守边关，马革裹尸，竟是被你这奸贼卖了！你还有何面目立于朝堂？假的，这信是伪造的，是萧渊要害我栽赃嫁祸，逼萧渊明鉴，这是构陷啊！笔记、印记，皆可当堂比对，真伪如何，不是你我一句话，是这铁证说了算。回禀陛下，笔记私印与苏首老平日文书分毫不差，千真万确。好一个当朝首辅，朕待你不薄，你竟通敌卖国，构陷忠良，祸乱朝纲！来人，将苏锦行革去一切官职，摘裙带，打入天牢！不，我是首坊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！萧渊，苏锦行虽已伏法，可臣父镇北王蒙受的不白之冤，至今未雪。
臣恳请陛下，当着这满朝文武、京城百姓的面，还臣父一个清白。镇北王一案，朕命三司会同重新彻查。萧渊，你手中可有为父昭雪的凭证？这是家父生前部将的联名血书，当年宫变的往来密令，以及苏锦行伪造证据、栽赃陷害的实证，桩桩件件皆可佐证。家父从未饲养死士，更无分谋逆之心。查清楚了，12年前那场宫变，全是苏锦行一手保证。他伪造死士名次，买通证人，扣在了忠心耿耿的镇北王头上，逼他交出兵权，含冤而终。传朕旨意，镇北王萧公一生素守边疆，忠贞不二，实乃我大楚擎天之柱。今沉冤昭雪，特追封为忠烈王，配享太庙，享万世香火。其蒙冤受屈，朕亦有失察之过。父王在天有灵，您的冤屈终于昭醒了。忠烈王献俘。陛下，家父之冤已雪，苏锦行也已伏法。当年落井下石、助纣为虐、瓜分我镇北王府的，可远不止苏锦行一人。这12年积下的旧账，还要一笔笔当众讨回。钱大人，当年家父的3州封地是被谁强占了去？萧将军说笑了，那3州是充公的官地。充公？好，那这个钱大人可认得？这是本将军亲赴3州，从你账房手中取得的贪腐实账，虚报税额，私吞军饷，侵占封地，鱼肉百姓，桩桩笔笔记得清清楚楚。在3州加征苛税，逼得百姓卖儿压女、抢牛夺地，这累累民怨，你敢说没有？特查前世一党贪墨之罪，抄没家产，3州封地即刻归还镇北王府，前世打入天牢，择日问斩。萧将军，饶命啊！下官一时糊涂，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下官一命吧。当年我上门讨要封地，你命家丁拿扫帚把我赶出府门，还说就凭你，做梦！那时的钱大人何等威风，如今这般嘴脸，你可曾想过会有今日？还有你们，当年临上折，弹劾家父谋逆，附和苏家逼我放弃爵位的，名字都在这册子上。萧将军饶命！我等是被苏锦行胁迫的。胁迫！落井下石之时，怎不见你们心软？来人，凡名册所立，悉数革职查办。陛下，苏锦行虽已下狱，可苏家侵占我镇北王府，逼入我母亲的账还没算完，臣恳请即刻咔查苏府。苏明轩，当年在这正堂，你把我赶去柴房，说我配不上世子之位，如今你可配得上那口天牢里的囚车？不，萧将军，萧将军，我知错了。压下去，这座王府的每一寸都要给我原样收回。萧渊，你别欺人太甚！镇北王的虎符在我手上，这可是调动兵马的信物。你若敢动我苏家，我便凭此符调兵与你相抗。调兵？苏夫人，你确定凭的是那块东西？诸位看清楚了，本将军手中这枚才是镇北王真正的虎符，12年来从未离过我的身。而你手里那块，不过是我12年前故意留在府中，让你们抢去的一块废铁罢了。废铁？这怎么可能？你从12年前就算准了今日。
萧将军，当年我得罪，都是小人有眼无珠，这点薄礼还望将军笑纳。将军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当年之事是我的鬼迷心窍啊！将军威震天下，我等能攀附将军是几世修来的福分，求将军赏脸了。都收起来吧，本将军不缺你们这点东西。将军，当年的事儿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放在心上了。放在心上？城门口骂我乞丐，酒宴上灌我，同窗会上笑我挖矿要饭，看着我母亲被人当众羞辱却拍手叫好的，这些我萧渊一件都没忘。今日我不杀你们，也不报复，但你们也别妄想凭几箱破铜烂铁就能抹平当年的事。当年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，都还记得吧？这是哪家的聘礼？好大的排场！你没听说吗？是天策战神萧将军亲自来云际提亲。将军亲临，寒舍蓬荜生辉，小女她何德何能？云老先生不必多礼，萧渊今日登门，是想求娶令丽云舒为妻。我并非什么流落边关的马夫，我是镇北王世子萧渊，也是北疆铁骑统帅，七国册封的天策战神。云舒，好啊，我云家的女儿，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王妃柳氏苦节守制12载，抚孤成才，贤德昭彰，特册封为一品诏命夫人，赐凤冠霞魄，以彰其德。钦此。娘，孩儿回来晚了，让您苦守了整整12年。这盏茶是孩儿敬您的，从今往后，再没有人敢让您受半点委屈。好孩子，娘不苦，娘一点儿都不苦。只要能等到你出人头地这一天，娘这12年的苦就没白熬，都值了。陛下，当年若非萧扶疏拼死护送，孩儿早已死于宫变。这12年，又是他肆抱拳父王的证据，暗中照拂我母亲，此等忠义，天地可见。萧扶疏，这一礼是我萧家欠你的。中仆议事，当有厚报。传旨，赐萧扶护国功臣之名，良田千亩，福地1座，颐养天年。老奴一介仆徒，何德何能？王爷您在天有灵，可都看见了。咱们镇北王府回来了。萧世子，不，萧将军，老夫知错了，这是老夫的血书，求您念在往日，念在同朝为官的份上，饶老夫一条命。老夫愿散尽家财，愿为奴为婢。往日，苏锦行，我且问你，12年前，我父王被你构陷，逼交兵权时，也曾放下尊任，求你手下留情，你没有，你逼死了他，还夺了他的一切，害我母子受尽12年凌辱。今日你所受的，不过是你当年所作所为原样奉还。萧兄，当年是我鬼迷心窍，处处与你为难。看在我们太学同窗、少年相识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萧渊，你平定北疆肃清奸佞，还朝纲以清明，功盖社稷，朕意已决，欲破例敕封你为异姓王。陛下厚爱，臣感激不尽。然臣此番回京，并非为求高官厚禄、封王拜相，臣所求者，唯有一事：
为家父昭雪，还他一世清白。如今此愿已了，臣心愿足矣。异姓王之坟，不能受。好一个心愿足矣！萧渊，你不慕权志，只重忠义，这份心性比那30万铁器更叫朕安。朕便先记着你这份功。北疆七国使节入京朝贡。天策战神在上，我北疆七国敢逆将军仁德，绝不敢再犯天朝疆土。本将军自当以礼相待，但尔等需谨记，我大楚将士的血不会白流。若有再犯，玄甲铁骑必让尔等有来无回。不敢！这天下太平，正是父王当年用一生去守护的东西。天策战神大婚，这排场，怕是全京城几10年都没见过。谁能想到啊，当初那个骑瘦马被人拦在城门外的落魄世子，如今竟是十里红妆迎亲的镇北王世子。父王、母亲，允许。这一次，我是风风光光回的家。一脉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半，离城送入洞房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行。从第一眼起，我就信你不是池中之物。这一路，多谢你始终不离不弃。往后山高水长，我萧渊只护你一人周全。东敌卖国的老贼，你也有今天！苏锦行构陷忠良，把持朝政，侵吞军饷，通敌卖国，罪证确凿，罪无可赦。奉旨即刻问斩，其苏氏一族抄没家产，族谱除名，举族流放3000里，永世不得返京。萧渊，我不该害你父王，是我猪油蒙了心。当年我父王含冤而终时，也曾去道歉，可你没给。如今这句错了，晚了12年。午时3刻已到，开斩！那害了我们3州多少人的贪官，终于伏法了！多谢天策战神为我们做主。尔等身为朝廷命官，不辨忠先，助纣为灭，落井下石。奉旨尽数革职，发配边疆，充军赎罪。悔不当初啊！当年若不是贪图苏家那点好处，随他们弹劾忠良，何至于落得今日这般田地？前世贪赃枉法，侵吞军饷，强占封地，盘剥3州百姓，罪证如山。奉旨午时问斩。小智小世子竟是天策战神，我等真是有眼无珠，自毁前程。苏明轩，仗势欺人，强占民宅，逼良为奴，念其不致死，判流放3000里，永不续用，御少不赦。若当年
我没有霸占他的王府，没有把他赶去柴房。若我没有那样对他，今日又何至于此？可这世上从来没有若当年。囚车辘辘，载着他的悔恨，一路向着荒凉的边疆远去。我当年不该那样折辱王妃，不该逼她下跪，抢她的虎符，把她赶去柴房，是我造的孽啊！他双手合十，日日在这青灯古佛之下忏悔着自己一手造下的罪孽，孤苦终老。昔日苏家满门的荣华富贵飞扬跋扈，到头来尽数化作一场空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将军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年您为夫至此，答应要为我们3州做主，您真的做到了。当年我说过，这笔账我替你们记下了，如今也算了。这12年的苦，总算是熬到头了。父王，您当年被奸人构幻，含冤而终，这12年的冤屈，孩儿已为您一一昭雪。害您的人，也已尽数伏法。您用一生守护的镇北王府，您念提应王的清白与忠义。父王，儿子做到了。往后，我们的孩子再也不必像你当年那样受半分委屈了。我会给他一个太平盛世。这孩子便叫萧纪吧，继承父日，忠勇传家。今后一切诸事宜，皆由国公裁断。孩子，你要记住，权势荣华皆如浮云，唯有绝对的力量，方能镇压一切。报国公，边关有变。看来，这江山还是离不开我。